每升高1度體溫，人體的基礎代謝率大約會增加10%，心率加快，耗氧量上升，心肝腎等器官都要承擔更大的工作負擔。同時，身體還需要消耗大量能量、蛋白質和各種營養物質來製造免疫細胞、抗體以及各種發炎介質。所以，只要能夠發燒就代表身體仍然有能力調動資源，與病原體展開積極對抗。那麼，為什麼有些感染不發燒？第一種情況是感染本身比較輕微，例如一些小傷口人體只需要局部紅腫熱痛就足以控制病情，不一定需要啟動全身性的發燒反應，除非局部感染持續惡化，身體才可能進一步啟動發燒機制。第二種情況就是病人沒有辦法調動能量，當人體長期能量不足，免疫功能下降，或本身存在慢性發炎、胰島素阻抗、甲狀腺功能低下，甚至是腎上腺疲勞時身體可能無法產生典型的發燒反應，即使發生感染，也只表現為疼痛、疲勞或精神變差。中醫其實很早就觀察到這個現象，叫做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意思是當人體正氣充足，邪氣進入體內身體能夠立即發動防禦，把邪氣驅趕出去。但如果正氣不足，邪氣進入以後人體反應遲緩，甚至無力抗爭中醫就稱為邪附。邪氣並沒有消失，而是潛伏在體內，持續消耗人體。而中醫又說邪附於內，久而化熱。長期潛伏的病邪還會慢慢形成慢性發炎狀態，加重病人的身體負擔。現代醫學也發現長期慢性發炎會增加血管內皮損傷，促進動脈粥樣硬化，提高血栓、心肌梗塞及腦中風等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。那麼哪些人最容易出現感染卻不發燒？第一種是長期熬夜、壓力大、過度疲勞的人。這類人長期腎上腺疲勞，應激激素無法正常釋放，讓身體面對感染時反應變得不夠敏銳。第二類是中老年人。隨着年齡增長免疫系統逐漸老化，甲狀腺功能退化，因此感染時常常沒有典型的發燒表現，往往就會在重大疫情裡喪失生命。第三類是長期慢性發炎患者，本身存在例如牙周炎、泌尿道感染、膽囊炎、鼻竇炎、腸道感染的人因為身體長期處於慢性免疫活化狀態，營養流失嚴重在面對新的感染時，反應就不會那麼明顯哦。第四類是長期依賴退燒藥或止痛藥的人，這些藥物雖然能夠緩解發燒與疼痛但如果長期自行服用，則會壓制人體的調節系統，久而久之形成條件反射，遇到危險也無力回擊哦。發燒不一定是壞事它代表身體仍然積極作戰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身體已經持續出現疼痛、疲勞、精神變差，卻始終沒有發燒的情況。從中醫角度來說這就是正氣不足，邪氣流附，提醒我們不能忽視免疫功能下降與慢性發炎對健康帶來的長期影響。如果這支視頻對你有幫助，也把它分享給你家中長輩、親朋好友。想了解更多中醫與現代醫學的臨床真相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們下次再見哦。